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。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。他们生怕我们泡沫，生怕我们过得好，但我偏要碰，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。从今日起，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。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，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，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。爷爷，请您教我制墨吧。定旨明示，今后和墨不再有瓜葛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您只是发誓不再制墨，可没有说不能教人啊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多说无益。真娘，你就别跟你爷爷犟了。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，全都是因为这墨。你爹因墨而死，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，你和你哥又因这墨各自断送了姻缘和前程，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？没错，娘，咱们家跌落至此，皆是因为墨而起。所以，我更要用墨，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。挣回来？你拿什么去挣？你如何去挣？我劝你，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。我要腰板挺直的活着。制墨一事，真娘心已定。爷爷就算不教，我便上各家去学，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倒墨，不许胡乱瞎跑，坏了规矩就走人。你去后面倒，好。你用这个锄倒。嗯。你们3个到那边去倒。师傅，这要倒多少下呀？青椒10万锄。哦。你只管好好倒，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。嗯。小林，把墨饼拿来，给他们分一下。锤墨要的是力气，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
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治墨。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治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治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着丫头跟我走。干嘛？别碰我！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莫业当家，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。这丫头竟女扮男装，混入我骆家磨坊，败坏祖业门风，实在有辱行业门楣。我今日方知，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。大少爷，我伺候骆墨多年，自然与骆家共荣辱。好一个共荣辱！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！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好了，既然是来文会辩理，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。胡会长，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治墨的规矩啊。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，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，如何作为约束？我曾听闻，这骆家姑姑骆梦珍于墨氏有经世之才。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，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。我想请问曾大师傅，您在骆墨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？既然用过，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，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治墨，真是自相矛盾，忘恩负义。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，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。这忘恩负义啊，哎呀，说的是真好。我以为治墨讲的是天赋，治得出一方好墨，那管他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狗呢？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。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治墨，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？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，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？骆大少爷慎言，你拿我与他相比，我是墨业正统。何为正统？治得好墨那叫正统，治不得好墨，数典忘祖。你说说，李姑娘的墨治得如何？回大少爷，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。哎，一句实言。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，听大师傅说，雕版倒是不甚擅长，但十分刻苦。李姑娘，劳烦伸出左手。哎，没事，给他们看看。展开，高举，再高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，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全在那手上，仔细的看看。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，这手生了福气，也脱了老茧，生了新肉了吧？都。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，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治墨的口头规矩，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？只不过是我墨业
有传男不传女一说。是，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，磨坊不能流入外姓。此前李家磨坊险些外泄，李珍姑娘当街退婚一事，想必两位都清楚吧？胡会长，我学墨跟李墨无半点干系，何来磨坊外传一说啊？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，我大不了发个誓，终身不嫁便是了。这，李姑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其实，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！啊，三爷，三爷，诸位，那李老八到底是智墨五杰之首，他为徽墨出过不少力。纵然不知墨久矣，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。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，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。不若如此，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。她已经习墨有些时日了，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。到时候，大家伙一同瞧一瞧，评一评。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，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。哈哈，三爷言之有理。甄姑娘，你可愿意？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出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，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，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。习墨2载，2载啊，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。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，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珍姑娘制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在意了。